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谈判是什么》。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是世界著名谈判大师和谈判培训专家盖温·肯尼迪。他曾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技能的培训与指导，并进行过上千次的关于谈判策略的演讲。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剖析了多种谈判情况，并提供了相应的技巧和解决方案。书中每个章节前都有大量的自测题，每道题都提供一个谈判的情景，并提出相应的问题，帮助读者判断自己的谈判能力，有效地锻炼谈判思维。下面我会从3个方面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精髓。第一，谈判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谈判中应避免犯哪些错误？第三，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策略和技巧来促成谈判的成功？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谈判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谈判。说到谈判，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大家各让一步就算是谈判了。但实际上，谈判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来看谈判这个词儿，谈判由谈和判2个字组成。谈是指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判就是决定一件事情。只有在双方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之上，了解了对方的需求和要求，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决定。也就是说，谈判是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互相磋商，交换意见，寻求解决途径和达成协议的过程，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在明确了谈判的目的之后，在谈判的过程中，还应该避免几个容易犯的错误。他们可能一时半会儿会让你获得利润，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会使你陷入到更大的麻烦里。这就涉及到今天给你说的第2部分的内容，谈判中应避免犯哪些错误？作者在书中提到，谈判中应避免犯以下3个错误：一、轻易接受对方的一次性出价；二、在未接到对方的回应之前就修改自己的要求；三、善意的让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错误，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如果轻易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作为买家，会觉得还可以赚得更多；作为卖家，会觉得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觉得对方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想和自己做生意，这样就很有可能导致一锤子买卖。从长远来说，并不合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想做占便宜的买卖，如果轻易就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便宜没占到，还做了亏本的买卖。所以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都不应该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很多谈判者会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们更看重成交量，对实际利益往往容易忽视。况且谈判者在完成任务后，会获得一种如释重负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促使他们一听到有人出价就欣然同意。我们刚刚介绍了谈判中有可能犯的第一个错误，轻易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那么接下来讲第2个可能会犯的错误，在未接到对方的回应之前就修改自己的要求。接受对方第一次出价和未接到对方的回应之前就修改自己的要求，这2个错误可能谈判新手比较容易犯，但善意的让步这个错误，很多谈判高手也会犯。在谈判的过程中，很多谈判者可能会这么想，我要是先在一些小事上做点让步，对方可能就会看到我的诚意，更能促进交易的成功。但是作者却说，单方面做出的善意让步，不但不能软化对方的立场，相反，很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僵化。因此，在谈判中，善意的让步有时会让对方觉得你软弱可欺，这样就会导致对方更加变本加厉来迫使你再做让步，
而一味的让步不是谈判，是单方面不断妥协的过程。这样不仅会导致谈判失败，还有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让步该怎么让？如何与对方讨价还价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第3个内容，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策略和技巧来促成谈判的成功。这本书提到了很多详细的案例和方法，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4个关键性的技巧。第一，要敢于开高价；第二，虚构一个更高的权威；第三，绝不让步，除非交换；第四，关注对方的利益，而不是关注对方的立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技巧，要敢于开高价。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刚毕业的设计师，这时有位朋友想让你帮他设计一张海报，问你收费多少？你心想自己也刚毕业，而且你们又是朋友，不好意思要太多，于是你就开口要了200元，这200元是你能接受的最低价格。而这时朋友却说，我们都那么熟了，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而且我的要求也不高，能用就行。你勉强答应以160的价格帮他设计，如此一来，朋友一有什么需要设计的就找你。而你既然第一次答应以160的价格给他，之后你还会好意思涨价吗？况且160的价格，你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做起设计来也没什么动力，草草了事，反正心想才160，随便就交稿了。然后朋友看了之后，想想你的水平也不过如此，之后如果你提出涨价，他会答应吗？所以刚开始就要学会开高价，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砍价空间。但是你在运用这个策略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不切实际的漫天要价，而是要基于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内，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狮子大开口，毫无诚意，毁掉对方的谈判意愿，从而失去成交的机会。说完要敢于开高价的策略，我们来看第2个策略，虚构一个更高的权威，即使没有，也要虚构一个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现在要为公司订一间会议室，希望下午3点就可以开始布置会场，而酒店方面则表示因为营业的需要，最早你们也要下午5点钟才能开始布置会场。无论你怎么说，对方就是寸步不让。你不想浪费这个好场地，但是又不能答应下午5点钟进场，这时你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时你就可以拿起电话，向你的更高权威报告这件事情。也许实际上你只是打给了你的牌友，你报告完就开始重复更高权威的指示。我们老板说了，他绝对不能接受5点钟才进场，最迟也不能晚过下午4点。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我已经尽力帮你们说话了。如果你们真的不能保证4点钟进场，那我只能选另一家了。这样对方很可能会答应你下午4点钟进场。这就是更高权威的力量，它可以保证你在谈判中总有回旋余地。你可能会说，那对于公司最高领导呢？是不是就不能用最高权威这个策略？其实任何人都有更高权威，就连美国总统都有。他可以说，我得问问我的顾问团，或者我得问问我的律师。在这里，无论是高高在上、透着神秘感的顾问团，还是铁面无私的律师，都可以帮助总统先生挡住他不愿意接受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公司的领导，你可以说，我们董事会要开会讨论后才能给你答复。我们已经说了开高价和虚构更高权威的技巧，这2个技巧在刚开始谈判的时候比较有效。但是如果现在谈判陷入一个僵局呢？这时候我们可能会使用到第3个技巧，绝不让步，除非交换。前面我们提到不能善意的让步，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让步，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谈判陷入一个僵局，而这样只会导致双输的结局。但是让步该怎么让才能实现双赢的局面呢？你可能会说，这个好办啊，大家各退一步就好了。没错，各退一步可能是谈判中最常用的一个招数，但是各退一步最怕的是遇到谈判老手。
比如你坚持要60万才能出手，对方说他最多只能出50万，谈到最后对方说要不这样吧，各退一步，55万好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说好，因为大家都各退一步了，我少赚5万，你多付了5万。但是如果遇到谈判高手，他心里就会想，你既然可以接受55万，但实际上我们只能出50万，还是有5万块的差距。这时候对方很可能会表示出各种为难，说无法接受55万，不妨大家再各退一步，52万立马成交。这时候你就骑虎难下了。所以在面对谈判高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步的非常干脆，除非有利益交换。在谈判中可以利用各种交换方式来交换，比如提供包装、协商付款方式、交货方式、承担运费、仓储费、提供售后服务、多买有没有优惠、独家供货有没有优惠等等。无论使用什么交换方式，在谈判中最忌讳的是随意做出不当的让步。有经验的谈判者会用对自己不重要的条件去交换对方无所谓，但对自己却很重要的条件，这样的谈判才能是一个双赢的谈判。现在我们知道谈判中不能随意的让步，必须要有交换，但这个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基于一种利益的交换，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关注对方的利益，而不是关注对方的立场。这也是作者提出的最为关键的策略。你可能要问了，在谈判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利益，那如何才能了解对方的利益呢？这就要求在谈判过程中与对方多交流，多问几个为什么，如您为什么特别在意价格，您为什么不能接受货到付款等问题。同时也要向对方积极陈述你的利益所在，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并使对方满足你的利益。说到这儿，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说了谈判是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互相磋商，交换意见，寻求解决途径和达成协议的过程，而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双赢这个最终目标。其次，我们说了谈判中应该避免犯的3个最基本的错误。一是轻易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如果轻易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都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二是在未接到对方的回应之前就修改自己的要求，没搞清对方下一步的动向就随意的改变自己的思路，这不仅会让你陷入对方设置好的陷阱，还会让自己骑虎难下，最后不得不答应对方的要求。三是善意的让步，一开始善意的让步只会让对方觉得你软弱可欺，这样就会导致对方更加变本加厉的迫使你再做让步。最后，我们说了提升自己谈判能力的技巧和策略，分别是1敢于开高价，2虚构更高权威，更高权威的力量它可以保证你在谈判中总有回旋余地。3除非交换，不然绝不让步。在谈判中最忌讳的是随意做出不当的让步，有经验的谈判者会用对自己不重要的条件去交换对方无所谓但对自己却很重要的一些条件。4关注对方的利益，而不是关注对方的立场，立场只是表象，利益才是导致这个表象的根本原因。以上就是谈判是什么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小静，我们下期再会。